金龙胆草够用吗？够的。乌姬夫人给了好多，还留了疤痕，却公子不喜欢。你可以直接问我要，一味药材而已，没有必要委曲求全去道歉。没有委曲求全。是吗？我知道公子仍在怀疑乌姬夫人，所以才去缓和关系，方便日后替公子继续打探。是替我，还是替你自己？替你，就是替我。和公子不分彼此，我们的目标都是无名，更应该同心协力才是。你变得有些不一样。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我。既然公子已经发现我真实身份了，那就坦然相待了。公子可喜欢？这些花苞好像就要开了，很快就知道我喜欢不喜欢了。启约大人，我要找云姑娘。那侍卫的话，可信吗？不好说。当时他喝了酒，但他坚称自己没醉。是什么？岳长老经研出的一种药，是烟草，服用之后可以让人说真话。就是他让云姑娘洗清了嫌疑。岳长老给你这个干嘛？他怎么可能给我这个？是我偷回来的。原本我只想用这个试探一下宫尚权，但现在突然觉得，与其查来查去查不到有用的线索，不如直接一点。这世间真有能控制人心的神药吗？是啊，难以置信。不如你试试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哎呀，这对身体无害，你就牺牲配合一下。快吃。怎么样？有点感觉晕了。这么快？那我开始问了。你喜不喜欢公子上？快说啊！不喜欢。真的假的？
这药没有效果，假的？假的。你是说，你不喜欢公子生是假的？你喜欢我姐？公子羽呀！每次叫我全名，我都好慌。若这药是假的，那云姑娘当时说的话，是不是就不可信了？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最好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是无风细作吗？不是。岳长老被侍卫撞见，去地牢见无风刺客，云姑娘也被怀疑是无风之人。岳长老用假药帮云姑娘解围，这……我突然想到，岳长老房里还有一间密室，密室里面有女子生活过的痕迹。岳宫之内，从未听说过有女子居住。密室里还有一个手镯。手镯？那手镯有何特别之处？云雀。云雀？云姑娘贴身携来的戒指上也有一只云雀。糟糕，我的项链！那个侍卫所说之人，确定是岳长老？不确定。他说那人穿着素袍，衣摆上有若隐若现的云纹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那我在雨宫等你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不出西阁凭言说。我在雨宫等你。他约了岳长老见面。这本该是下人做的事情，上官姑娘不必劳烦。薛公子怎么知道是我？每个人的脚步节奏、轻重缓急、气味、呼吸都不相同。你应该也训练过吧？我在孤山派的时候，跟着姐姐简单学了一些功夫。公子说的这种训练，我倒是没经历过。身子都痊愈了吗？伤口好像都好了，疤痕也没怎么留。公子，要看看吗？
打扰公子雅兴了。这个温泉有疗伤养肤的功效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云姑娘，我们正在准备熄灯后的安神驱虫熏香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和执任大人刚从山上回来，月宫水气中阴冷潮湿。今晚的熏香里加一些艾草吧，去一下湿气。这些熏香是要挂在室外的，恐怕效果不佳，不如直接在执任的房间里放一些艾草熏香，可好？那也行。你去库房取一些艾草来吧。是。你也一起去吧，多取一些来，给我房间里也放上一盆。是。这么晚，也不提灯，还带这么多佩刀侍卫，秦凡这是要去哪儿？玉宫，自己的地方，干嘛这么鬼鬼祟祟？熏香。你果然听出了那首诗。万千相思，万千许。
你用这种方式给我相见，你想问什么？你为何会有云雀的手镯？你认识云雀？一梅是我心爱之人，云雀曾向我提起你，说你是这世上唯一对他好的人。他给我看过你的画像，所以初次见面之时，我就认出了你。那你明知我是无风之人，为何还要用假的誓言草暗中帮助我？云雀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云雀到底是不是宫门杀的？你是无风之人，不要和我说话。你敢对我动手，以下犯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与公护卫，理所应当。你竟然没有中熏香之毒，你果然服用了百草萃。区一个绿玉石，怎么可能有资格领取百草萃？我早就说你有问题，这次新仇旧恨，一并计算。愚公这次的屋顶，恐怕都要被掀翻了。公子选的衣服好看吗？我没在看衣服。其实，我深夜前来，是有求于公子。所求何物？求公子帮我报仇。仇人是谁？清风牌的点主。你伪装身份潜入宫门，危机重重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以你的聪慧和本事，为何不自己报仇？试过，不止一次。看来结果不如你意。我们上官家乃医药世家，对毒药也颇有研究。宫门向江湖流出的毒药，我也几乎都收藏过。而且我知道，你们最厉害的毒药和暗器，从来都是自由，绝不出手。确实如此。你们有味毒药叫宋仙尘，我用它做底，混入其他剧毒，让它变得无药可解。2年前的武林大会，我乔装混入其中，偷偷在点烛的食物中下了毒。2年前点烛身中奇毒，震惊江湖。
竟然是你。是我。随后，我一直在等江湖中传出点烛身亡的消息，而我等了1个多月，点烛竟然完好无损再次出现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中了松仙尘的话，除非有宫门的独家解药，否则必死无疑。更别提你还混入这么多其他剧毒，确实神仙也难救。除非点烛中毒之后，立刻服用宫门秘药，可解百毒的百草萃。岳长老，你身居宫门高位，为何背叛宫门？知恩大人，我从出生开始就身居后山，从未在江湖中走动。我不可能是无风之人，我也绝无伤害宫室一族之心。但确实，我帮过无风。事情原委，知恩大人只要愿听，我便知无不言。说。2年前，无风曾派人潜入宫门，试图偷取百草萃。知恩大人可还记得？自然记得。那个人就是李缺。进宫门，对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宫门运送药材的箱子很小，没法藏人。除了你，你练的袭击之术能够缩小筋骨，非你不可。公子，您要的还备粉吗？出云重莲一直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没想到真让公子培育出来了。出云重莲绝迹多年，只有在当年雪山厚厚的冻土层中，还深埋着一些它曾经散落的种子。我派人寻找多年，也只找到几颗。培育良久，才终究开出一朵。你刚刚说公园只培育出了出云重莲，不是骗我吧？没骗你，我就知道你感兴趣。已经绝迹的奇花，竟真的培育出来了，那他必定花了不少心思。怪不得他们一直说，宫门前山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草药奇才。我倒想去看看这出云重莲，也想会会这年纪轻轻的芷公子。你不能去。按照规定，我们不能踏出后山半步。你这个人可太坏了，又要说出让他心痒难耐之事，又不准他离开后山。我做人实在，实话实说而已。你最近不是在苦研最剑邪吗？怎么还有心思关心前山？要我说啊，宫门就是宫门，管他前山后山，想去就去。
云雀行踪暴露之后，立刻就遭到整个宫门前山的围剿追杀。我就是在那一晚遇见了云雀。那晚是我第一次违背祖训，偷偷溜出了后山，准备去看一看宫原制培育出来的雏鹰重莲。结果却遇到了云雀。第一次看见外面世界的我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善意。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个瘦小的少女是谁，于是把昏迷的云雀直接带回了后山。难道2年前吴风潜入宫门，是为了帮点烛偷百草萃？正好是那个时间。虽说清风派已归顺吴风，但区区点烛，吴风不会大费周章为他偷药。除非点烛的身份十分特殊，否则吴风不会轻易找入宫门。回来了。嗯。这次回去看点烛，他怎么样？师傅中毒很深，暂时只能用内功压制毒性，估计也撑不了多久。我回来是替师傅参加这次的首领大会。找到下毒之人了吗？师傅怀疑是卓梅。半月一次的首领大会，从未出过疏漏，但就那一次无故取消了。岳长老将我严厉责骂一顿之后，将云雀交给了老执人发落。所以我的义妹真的是被宫门所杀？不是，那时的我正在研究麻药醉剑穴。于是我便向岳长老提议，是否可以拿云雀作为药人，供月宫试药。我知道你觉得残忍，但如果不这么做，云雀可能当晚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不要浪费力气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内力为什么都没了？不要乱动。你别试图运功，对身体没有好处。既然被你们抓到，我也没想着能活。要杀就杀，多说无益。我们又不是吴风，没那么残忍。宫门之人，还有脸说这个？宫门之人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出过宫门啊？江湖中所有人都把宫门之人当作凶神恶煞，避之不及。是这样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既安全又危险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要呗。最后关头，必须自尽。你想咬舌自尽啊？我平生废寝忘食，研究各种解毒之法，从阎王爷手里抢命回来。我最讨厌的，就是你们这种不惜命的人。死者不会痛苦，痛苦都是留给为他们伤心的生者。寻死的人是懦夫，
因为他们把痛苦转嫁给了爱他们的人。姐姐，我在。我明天就要出发了。我知道。别听韩亚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我和执刃说，让你做我的药人，助我试药，才让你得以保全性命。你要我试什么药？就一见血。毒药？不是，让人麻醉的止痛之药。我喜欢制作解药，喜欢救人。宫门里会做毒药的人已经够多了。不缺我这一个。所以喝了不会死？不会死，但是会受苦。我连死都不怕，怎么会怕受苦？不要张嘴闭嘴都是死，要好好活着。别听韩亚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你醒了？前几日用药之后，你肌肉紧绷昏迷。我摸你心脉，发现杂乱无章。起初我不知缘由，后来猜想，你应该是从小被迫练习袭击之术。长期困于狭窄空间，所以对密闭之所感到恐惧，所以把你从房间里移出来了。我只是你的药人而已，你不用这么关心。药人也需要身心健康，我才能食药。我就是你的工具，出来了还不是要被你整？有区别。我折磨起来会开心一点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拿了我喜欢的，看合你胃口。不合，不合也没用。我吃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。那你还问？我只是想对你客气一点，毕竟我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。
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换一种风格。没有毒。你看，你味道不错的。没毒我也不吃。若你打算用绝食抗议，那我只能像对待猫狗那样，搅碎了灌。你喜欢这种风格吗？要是那猫狗，猫可并不会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试试看。既是要人，你这么关心我做什么？你养过猪吗？都是要被喂肥了之后，才别人排过汤的嘛。你是嫌弃我吃过的筷子太脏？起初我没想那么多。打算等云雀伤养好之后，让它继续食用。可是随着相处日久，我渐渐对云雀产生了不同的情愫。你为什么会加入吴风，成为刺客？加入吴风的人，大多都不知故土，不明去路。人生飘摇，命如衰草。要么是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，被吴风收留，习惯了听命；要么是心有所恨，意有难平，想要借着强大的力量去复仇。那你是哪一种？你知道棺材子吗？是死去的妇人从棺材中生出的孩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棺材子。一个老乞丐发现了我，把我救了出来，并将我养大。我叫他爷爷。有一年除夕的时候，爷爷看酒肆的门口有些不要的冷包子，便想着给我，却被当成小偷，被酒肆的几个恶霸给打死了。当时，我死死咬着那个恶霸的手。他说我是狗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。
我都没有松口。后来，无风的人在路边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我，把我带了回去。那年，我7岁。在无风里，听话，不反抗，让自己变强，并通过不断的争夺，才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下去。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你现在已经不在无风了，不要再害怕。逃不掉的。无风有一种药，叫半月之影。就是那时，我才知道无风使用的半月之影，就是宫门专属研制的秘药噬心之月。无风将半月之影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，去掉了会让人手腕产生黑线的毒性，变得更加隐蔽。虽然我不知道无风为何可以得到噬心之月的药方，但在我研究了云雀给我的那颗无风死石后，我确定，那就是改头换面的噬心之月。起初，云雀并不相信我，直到我陪他度过了最痛苦的月事之期，并且他的内力一天天增强，他终于相信了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真正摆脱无风。书桌上这张纸是你留的，你想谢我，但是不好意思直说，所以给我打这个字谜。起为讨，为生于讨之中，岂不是谢字？在无风、无穷无尽的残酷训练之中，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和姐姐玩字谜。你姐姐？我们是在无风认识的，她认我做义妹。记得我要咬舌自尽的时候，你说我懦弱，死亡是会把痛苦转嫁给为你伤心之人。我那时想起的，就是姐姐。她没有亲人，
我也没有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姐姐一个人该有多难过呀。所以，我才选择做你的药人。你现在在宫门里，你很安全。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不喜欢这里吗？也是。听你说起那么多江湖往事，我也很向往。我从出生就待在这片后山，这里的日子也确实枯燥。我明白。不，我喜欢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辈子。那就留下来，留一辈子。你不了解无风。如果我留下来，只会给你们招来灾祸。我这次前来，除了偷取百草翠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寻找无名。无名？无名是10年前进入宫门后就音讯全无的妹。无风不会让任何一个知晓内部秘密的人脱离组织，所以派我前来寻找。如果我留下来，无风也一样会派出源源不断的刺客来宫门找我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宫门将永无宁日。你就是那时我说出了一句此生最后悔的话。如果我们干脆就让他们死要见尸呢？那无风的刺客后来怎么样？他被当作药人施药，很快就死了。为了威慑无风，让他们以后不再敢轻易送人潜入宫门。他的尸体被挂在城门之上，暴晒了3天3夜。我告诉云雀，我研制出的冬蝉草，可以让人像寒冬中沉眠的昆虫一样，一直呼吸，一直心跳，血色全无，接近假死。随后，我便向岳长老和知人提议，将云雀的尸首挂在宫门城墙上，以此向无风示威。知人同意了我的请求。这个喝了。这药好甜呀！这是我用金蝉子和文血虫子药的血莲胚芽熬制成的灵药，可以保证3天3夜滴水不进的情况下也不会饿死渴死。把手给我。这个药膏可以让你被绳子绑着吊起来时少受一些皮外伤。
这么好看的手有了疤痕，我会心疼的。烈志，那个镯子是姐姐送给我的，戴上去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。等你回来，我帮你重新戴上。我再去拜托宫门最好的锻斗匠人花公子，让他帮我打一只新的手镯送你。我在上面可以问心愿。好。随后，云雀的尸体就被吊在了宫门城墙之上。按照约定，我会在第3天晚上去把尸体取下来，再假演一场下葬。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云雀了。云雀，你再也不用害怕了。他就可以在月宫和我一起过一辈子。只是没想到，第3天晚上去城门楼的时候，我所希望的竟然成真了。怎么了？回月公子，刺客的尸体不见了。这个世界上真的再也没有云雀了。你还在，但我的云雀也没了。后来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云雀了。我见过。云雀的尸首被送回了无风。他是怎么死的？被宫门的独家刀法跟随天灵盖而死。
确定要看吗？爸爸尸体血肉模糊，天灵该被人劈碎。岳长老，父兄遇害那晚，你去地牢找那个无风刺客，也是为了寻找云雀的消息。当时我从那个刺客嘴里得知云雀已经死了，你说的一样，他是被击破天灵盖而死。云雀到底是不是被宫门所杀？宫门的人不会杀云雀，应该是吴风收回云雀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了云雀假死的秘密。怎么，有心事啊？只是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今天是他的忌日。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，你一个痴，不仅成功潜入宫门拿到了百草翠，还能全身而退，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个。虽然我们收尸的时候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你受苦了。能完成任务，再辛苦也值得。
诈死，欺瞒作戏，真是可笑。寒鸦寺，把他的尸体抬下去，告诉云为山，是宫门杀了他。是。冬微茶，夕未晚，夕未晚。爹娘深深还是残。当你入我马，20般。天梦不醒，水已冷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，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紧了风铃。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圈出一片小天地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